绍的是中式料理当中非常知名的一道宴客菜，也可以是年菜哦。佛跳墙，那传说呢，就是某一个皇帝哦，他因为吃腻了这个山珍海味，他就要求他的御厨哦，要做出不同以往的料理，如果做不出来，就要他人头落地。御厨非常的担心，就使出了浑身解数，把所有的好料通通都放在锅里，然后呢，也把这个最棒的技法哦，料理的技法也放在这道菜肴当中，因为这个做出来的香味哦，实在太扑鼻了，所以连隔壁的这个在修行的老和尚都翻墙过来闻这个这么美味的这个佳肴。这道菜肴也让这个御厨保住了他的人头，那也因此闻名叫做佛跳墙。那今天呢 Vivian 简化了这个手法啊，甚至在材料的部分，我们尽量选一些大家比较简易可以取得的材料，但是加上去了也会让整锅哦还是一样香味扑鼻。那到底要怎么样简易来制作出好吃的佛跳墙呢？一起来看看。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处理一下排骨的部分啊。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小排。好，那我们这个小排的部分哈，我们来腌制一下。那如果大家直接想要选这个梅花肉块哦，也可以，就不用这个吃到骨头。但是传统来讲，我们是用到小排。好，我们先把这小排腌制一下。那我今天用这个绍兴酒来腌，如果你没有，就用黄酒啦，或者是花雕酒也可以取代。那真的没有这个酒，你可以用米酒哦，就去个腥味。如果真的连米酒都没有的朋友，那就不用加酒了。但是你的肉哦，可能就要确定要买腥味少一点的哦，你就可以不要加这个酒类。好，那我现在加一点这个绍兴酒，香气非常好。我看大概1到2大匙都可以。接下来呢，我习惯这个加上一些的这个白胡椒哦。最后我用到的是李锦记的旧装的蚝油。蚝油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用李锦记的这一款旧装的哦。这个在各大超市啦、全联社都有。那这个的量啊，因为我现在有1斤多一点点的这个小排哦，你就是大概哦铺在这个。我们现在只是稍微上个色腌个味道，所以我看看哦，这样大概2到3大匙的这个蚝油可以哦。好，差不多，你看我就这样倒满上面哦。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用手洗干净的手，那这个排骨买回来大概用清水清过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是把它们这样子抓腌一下哦。好，抓匀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腌制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再接下来处理。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忙碌，你想先把东西准备好的朋友也可以，你这样子腌好了以后的这个排骨，你就把它放到这个塑胶袋或是密封盒当中，我们就放置在冰箱，大概腌个2天哦都没有问题哦，它其实也不太会坏。那你腌了2天左右，其实这个排骨会变得非常的入味哦，炸起来、烤起来或是煎起来才会好吃啊。那如果比较紧急的、立刻的，你就是大概腌制个1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来处理了。如果你是要腌制大概2天、1天的朋友哦，你担心这个盆子太占位子哦，这个冰箱不好收纳的话，你可以像我一样，把它移到这个塑胶袋当中哦，我们把它空气排掉，把它密封好以后哦，再包1层塑胶袋以后放冰箱这个腌制哦，这样子比较不占位子。这是我们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这个腌好的肉哦，那我大概腌制了半天的时间。如果朋友比较急的话，腌1个小时其实就可以。我们现在要来做裹粉的动作。好，那请大家准备一个干净的塑胶袋，这是我个人习惯的裹粉方式。那在这里面呢，我今天呢，加的是低筋面粉。那朋友你可以加任何的淀粉，比如说太白粉啦、地瓜粉，像地瓜粉哦，大概炸起来比较偏脆。比较脆口，低筋面粉呢可能没有那么脆，但是因为我今天的这个排骨本来就是要再继续炖的哦，所以我炸只是稍微定个型，然后产生一点这个香气。低筋面粉如果融入这个佛跳墙的汤汁当中，让汤头带有这个面粉的香气哦。我大概就用这个量杯，大概是200 ml 的，我大概加了2/3杯。我喜欢粉薄薄的一层哦，不喜欢太多粉，所以呢，我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会用这个厨房的餐巾纸哦，这样取出来，稍微没有滴水的状态，大概就可以，就直接把它丢到这个里面。有出一些这个排骨的水哦，你不喜欢，你可以用餐巾纸稍微的擦拭一下。被擦拭过的这个排骨哦，比较不会有过多的酱汁。
然后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过多的粉啊。很抱歉哦，今天的Vivian 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因为失声了很多天，所以今天终于有点声音了，所以赶快把它录起来，大家请多包涵。现在这个袋子我们就把它充点气，然后把它封起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在里面摇晃。我觉得可以再用更大一点的，可能会更方便了。我今天这个袋子稍微小了一点，没关系，我们就让它造成一点空间感。好，这时候我们就在里面摇啊。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快的哦，这个排骨肉上面就沾满了这个粉了哦，也不需要一块块慢慢沾了。记得要下锅准备处理的时候，我们就是稍微抖一下这个面粉就可以咯。可以让它反潮一下哦，没有静置一下哦。你炸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外面的面衣会跟排骨肉很快的分离。传统的是用油炸的方式哦。这个家庭主妇在家，我们不要用那么多的油。第一种方式我示范的是用平底锅，稍微的煎过哦。煎东西再多一点的油哦，有点半煎炸的方式，倒进去以后热一下这个油哦，稍微等一下看到油纹大部分都出现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排骨肉一一的放入哦，我们就把两面哦稍微煎的有点微微的金黄色。这个芋头也可以用这样子慢慢的煎的方式哦。稍微的煎了这个两面了左右，我们可以翻一下哦，大概呈现这样微微的金黄色哦，大概就可以了。我们没有要煎到排骨熟哦，我们只是要外面的表层哦有这个微微的金黄色啊，稍微让排骨定个型，然后产生一些香气哦。用这样子哦，稍微半煎炸的排骨，不只可以拿来做佛跳墙哦，也非常适合类似像糖醋排骨这样的排骨哦的先前的处理方式。有烤箱的朋友，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很快，而且油的部分可能会省略更多哦。我习惯用锡箔纸稍微包一下，这样不用洗得很辛苦哦。直接把芋头跟排骨哦都放在上面。要平铺哦，尽量不要重叠，因为我们是用烤箱来烤，但我们需要有一点点油炸的效果，所以我们需要在食材的上面哦，喷洒耐高温的油哦。把刚刚喷上油的这个排骨还有芋头就放进去了。我觉得大致这样子就差不多了，稍微的微微的金黄色，等同炸的效果。之前忘了提醒大家，在这个铝箔纸上方可以先抹上一层油，芋头或是排骨比较不会粘黏在铝箔纸上方啊。就把这个排骨跟芋头取出来。我们等一下就来真正来制作这个佛跳墙了。